古人投河自尽，为什么要在跳河之前把鞋子脱下来呢？在古代，投河自尽和投井自尽都是比较常见的自杀方式，但不管是投河还是投井，古人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那就是将鞋子脱下来摆在岸边。这是为什么呢？第一，鞋子是行踪的线索和身份的证明，古人是非常注重礼仪的，鞋子在人们的日常穿着打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物品，它与人们的身份是息息相关的。投河自尽以后，留下鞋子可以证明死者身份，也可以作为非他杀的证据。把鞋子整整齐齐地在岸边摆着，您总不能说他是失足落水，或是被谋杀的吧？这最有名的就是屈原了，在他投河之前，也将自己的鞋子脱了下来。所以说，留下鞋子也相当于留下了一封遗书，就是为了告诉其他人自己是自杀的，而不是被谋杀或是失足落水的。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了能够进祖坟。古人讲究落叶归根，死后是要埋入祖坟的，这代表着宗族的认可。而意外死亡，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恨死，这包括夭折被杀和犯罪被处决之人，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死后是不允许进入祖坟的，否则呢，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的运势。如果是投河自尽的人呢，是可以入祖坟的，就算找不到尸身，家人也可以将他的鞋子或者生前的衣物埋葬，也可以将牌位放在家族的祠堂里。这第三点原因呢，就是标明自己自尽的地方。投河的人将鞋子留在岸边，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世人我是在这投水而死的，这样就为家人或者官府寻找他的尸体留下了线索，以便他自己的身后事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最终入土为安。另外，在古代，跳河自杀是一种保留自身尊严的死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死明志。比如京都名妓杜十娘无法接受爱情的欺骗，她万念俱灰之下怒沉宝箱投河自尽。死者故意留下鞋子，也是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不受伤害，寻找一方乐土。久而久之，投河自尽前脱下鞋子也被当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和一种仪式感的存在了。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